沈清离，交出天灵根，饶你不死！跟他废话什么？直接抽了他灵根！我必须撑住。3个元婴期围攻我一个金丹期，你们还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。天灵根在你这种废物身上就是浪费，不如献出来，也算你为修仙界做了贡献。那就一起死吧。这是渡劫期的天劫，有人在附近渡劫。醒了。你是谁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魔尊，凌渊，你是我的道侣。你被天劫劈中，天劫误以为你在渡劫，现在天道认定你已是渡劫期修为，而我渡劫时出了点岔子，天劫的因果线缠上了你。所以呢？所以天道自动将你我绑定为道侣，共享修为、寿元、气运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被你的天劫劈了，然后我还得嫁给你？是道侣，不是嫁娶。有什么区别？说法不同。我拒绝。拒绝无效，天道契约已成，除非一方陨落，否则无法解除。你如果不同意，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我杀得了你吗？你一个渡劫期大圆满！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接受现实，做我的道侣；第二，每天尝试杀我，直到你成功为止。有第3吗？没有。住3天了，终于搞清楚了状况。凌渊，魔界至尊，渡劫期大圆满，距离飞升只差临门一脚。结果渡劫的时候算错了一道天雷的落点，直接把我劈成了他的道侣。所以你渡劫为什么会在青州地界？天劫不挑地方。那你怎么不提前清场？清了3000里，没想到你恰好得在3001里。好吧，够倒霉的。行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要回青州一趟，我的仇还没报。那3个元婴期？对，他们想抽我的天灵根。现在你是我的道侣，你的仇就是我的仇。走吧。等等，你也要去？契约规定，道侣分离超过万里，会出了天雷惩戒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怕疼。你还真是诚实。你真的是魔尊？怎么跟传说中的不太一样？传说中我什么样？杀人如麻，失血成性，3头6臂，每天要吃3个童男童女。那是我师兄编的。我师兄跟我争魔尊之位争输了，出去自立门户，到处散布我的谣言。其实我只想安静修炼，早点飞升。所以你真不是坏人？我是不是坏人不好说，但绝对不是吃小孩的变态。那个沈清灵的储物袋里还真有不少好东西，可惜让他跑了，被天劫劈中，死定了。天灵根没了就没了吧，这些也够我们。谁？3位又见面了。你没死？很失望。你旁边那位是？魔尊凌渊。是我。听说你们想抽我道侣的灵根。魔尊饶命！我等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沈仙子是您的道侣。知道了就不抽了。知道了更不敢抽。那如果他不是我道侣，你们就可以随便抽人灵根。我只问一个问题，是谁告诉你们我有天灵根的？是玄天宗的柳如玉，他说只要我们能拿到天灵根，他愿意用1枚凝英丹交换。果然是我那位好师姐。3年前柳如玉设计将我推下万魔窟，我九死一生才爬出来，现在又找人抽我的灵根，这份仇该报了。解决了3个修士，心情好了不少。要去玄天宗？去。有些账该清算了。去。有些账该清算了。好。你就不怕得罪玄天宗？那可是正道第1大宗。我是魔尊。所以呢？所以只有别人怕得罪我，没有我怕得罪别人的道理。行，你厉害。今晚应该能到青州城，到了先找一家客栈落脚。
这房间比我的练功房还小。将就一晚，明天就出发。2张床，你睡那边。这床能睡人？我一直睡这种床，不也活到现在了？对了，道侣之间有什么禁忌吗？什么禁忌？比如不能看对方洗澡之类的。契约只规定了共享修为和寿元，没规定其他细节。那就好。不过，契约有一条附加条款。什么？道侣双方若有一方对另一方产生杀意，会被天雷惩罚。那还好，我对你没有杀意。但如果有好感，也会触发天雷。什么？这条叫情结。道侣之间若产生感情，天雷会加倍降临，直到2人都通过考验为止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我们既不能恨对方，也不能喜欢对方？对。这是什么破契约？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，要么接受，要么杀了我。我终于明白了他那句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怕疼是什么意思。这男人早就知道契约的全部内容，却没告诉我最关的这一点。林渊，你真够阴的。过奖。睡不着，柳如玉为什么突然对我的天灵根这么失君？3年前柳如玉说的是你不配拥有天灵根，那时候我以为柳如玉只是嫉妒，现在看来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想什么？在想我的仇人。那个柳如玉。林渊，你为什么愿意帮我？因为你是我的道侣。只是因为契约？目前是。这人长这么好看，说话也这么……林渊，你是不是在撩我？什么是撩？就是用这张脸故意说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话。我只是陈述事实。什么事实？道侣关系是事实，愿意帮你也是事实。至于你听完之后为什么会心跳加速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3年前从这里被逐出师门，罪名是盗取宗门至宝，而那件至宝其实是柳如玉偷的，嫁祸给了我。需要我做什么？站在旁边就行，需要动手的时候我会叫你。好。沈清离前来拜访，请柳如意出来一见，请柳如意出来一见。沈师妹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偷了宗门至宝，害死了师父，你这种人怎么还没死？3年前那件事，谁偷了至宝，谁心里清楚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想说是我偷的？对，就是你偷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证据早就被你销毁了。那你还敢胡说八道？所以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讲道理，我是来揍你的。区区金丹期也敢在玄天宗撒野？刘师叔，拿下他！魔尊。他是我道侣。怎么可能？他是被逐出师门的弃徒，怎么会？天道契约认证的，要不要我召唤一道天雷给你看看？师姐，3年不见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我没死在万魔窟，还找了个比你强10000倍的道侣。何人敢在我玄天宗放肆？凌渊道友，你魔界与我玄天宗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为何上门闹事？长老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是来讨债的。讨什么债？3年前，柳如月偷了宗门至宝凝神珠，嫁祸于我，我要他还我清白。长老明鉴，凝神珠确实是沈清离偷的，弟子亲眼所见。哦，你亲眼所见？那请问凝神珠是什么颜色？是蓝色。错了，凝神珠是透明的，注入灵力后才是蓝色。你说你亲眼所见我偷的，那我偷的时候珠子是蓝色还是透明的？是蓝色的，
因为当时你已经注入灵力了。我再问你，你是在哪里看到我偷的？在藏宝阁。几层？3层。又错了，藏宝阁只有2层，没有3层。柳如玉，你怎么说？长老，他胡说，他勾结魔尊，意图颠覆我玄天宗，长老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师姐，你能不能换个招数？3年前是栽赃，现在还是栽赃，你不累吗？我今天来只是给我道侣撑腰，至于你们宗门内部的恩怨，我不插手。不过，如果有人想仗势欺人，欺负我的道侣，那我也不会客气。这话说的，谁敢欺负你道侣？你一个渡劫大圆满站在这里，整个玄天宗加起来都不够你打的。柳如玉，你跟我去见掌门。3天后，玄天宗传来消息，柳如玉承认了3年前的罪行，被废去修为，逐出师门。不习惯喝茶？魔界的人只喝酒。那你喝酒去，不用陪我。契约规定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分离超过万里会触发天雷，所以你到底是真的怕疼，还是找借口陪着我？凌渊，你这个人真的很别扭。哪里别扭？明明是关心我，非要用契约当借口。你当年在万魔窟下面经历了什么？万魔窟下面不是深渊，是一个秘境，我在里面被困了2年。秘境里有什么？有一个人，准确说是一缕残魂，他说他是上古时期的一位魔帝，叫什么来着？他说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总之他在我体内留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他说是什么魔帝本源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反正出来之后，我的修为长得很快。本来我只有筑基期，出来就金丹了，现在都快元婴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又没问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你体内确实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，沉睡在你的丹田深处。那是好是坏？那位魔帝有没有说为什么选中你？他说因为我体内有天灵根和魔种共存。魔种？对，他说我天生带有魔种，只是被天灵根压制着。我以前从来没发现过。天灵根和魔种共存，万中无一。更关键的是，你被天劫劈中，天道把我和你绑定成了道侣。这有什么关联吗？天劫不会无缘无故劈错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从一开始，天道就是故意把你劈给我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渡的是飞升劫，不是普通的天劫。这种级别的天劫，每一道都有天道的意志在其中，天道不可能算错落点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？只是怀疑。现在听你说了魔帝本源的事，基本可以确定了。天道把你安排给我，而你又身怀魔帝本源，看来天道是希望我帮你融合本源，成就魔帝之位。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卡在渡劫大圆满已经3000年了，渡了3次飞升劫失败。天道把我的道侣安排给你，也许是告诉我，助你成帝是我飞升的关键。所以我们是互相成就？可以这么说。所以你不是因为契约才帮我的？是为了飞升。林渊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嘴硬，明明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一直护着我，非要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？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？离太近了。近怎么了？你是我的道侣。契约会触发？触发个鬼！我之前特意查了古籍，道侣契约里根本没有动情触发天雷这一条，你编出来骗我的。被你发现了。废话，我又不傻。说吧，为什么要编这个骗我？因为我怕你跑。天劫劈错人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措手不及，我也是。突然多了一个道侣，
还是被我的天劫连累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所以你就编了个理由，让我别对你动心，也让你自己别对我动心。林渊，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？什么？怂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在林渊的指导下开始融合体内的魔帝本源，引本源之力沿任督二脉运行，不要急。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顺利。林渊虽然嘴硬，但在修炼方面确实是个天才。他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套融合功法，循序渐进地唤醒我体内的力量。3个月后，我突破元婴；半年后，化神；1年后，炼虚。你这修炼速度传出去会吓死人。没办法，底子好。林渊，我感觉体内的本源已经融合的差不多了，但总觉得差最后一步。什么感觉？像有一层窗户纸捅不破。也许需要一个契机。契机很快就来了。南疆传来消息，红莲秘境现世。红莲秘境是上古时期一位女帝留下的传承之地，1000年才开启一次，无数修士闻风而动，其中不乏合体期时大成期的高手。去吗？去，直觉告诉我，那个秘境里有我需要的东西。柳如玉，她被废了修为之后，居然又恢复了，而且身上的气息变得更加诡异。沈清离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恢复修为的？拜你所赐，我被除师门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我遇到了一个好师傅。血少，凌渊师弟，好久不见。这就是凌渊那个到处造谣他吃小孩的师兄。血少，你躲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敢露面了。我又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不敢露面？倒是你找道侣的眼光不错，天灵根配魔种，万中无一的体质，难怪你护得那么紧。别打他的主意。放心，我对别人的道侣没兴趣。不过红莲秘境里的传承，我势在必得。你这个师兄很强，大成期巅峰，离渡劫只差1步。当年跟我争魔尊失败后，走火入魔，转修了邪功，实力不弱于我。那你还说他只是大成期？他压制了修为，怕渡劫失败。红莲秘境为至情至性者可入，第1关问心。沈清林，你不能杀他，他是我真正要找的人。假的。第1关通过，你为何能如此果断？因为真正的凌渊不会说那种话，他会说用我帮忙吗？第2关，红莲业火。走。业火灼烧的不只是肉身，更是业障和心魔。我感到自己体内的魔帝本源在业火的刺激下疯狂运转，那层一直捅不破的窗户纸终于被烧开了。我感觉周身的气息节节攀升，直接到大成期。魔帝本源终于觉醒了，孩子，你通过了我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我在上古时期也是魔帝之尊。陨落前将本源之力散入天地，你得到的那一缕便是我留下的。要想彻底融合，必须经过红莲业火的淬炼。原来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。师父，凭什么他能通过考验？血煞，你找死！凌渊，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他体内的魔帝本源，我迟早会拿到。
回到魔宫后，我闭关了1个月，出关时已经是实打实的大成期巅峰修为。出关了。林渊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你说。在红莲秘境里，我看到了一些画面，你的幻境里看到了什么？不说也行。你，我的幻境是你。3000年了，我从未对任何人动过心。天劫把你劈到我面前，一开始我只当你是契约道侣，但后来我发现不是。每次看到你笑，我心口就发紧；看到你遇到危险，我就控制不住想杀人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嘴硬，嘴硬了整整1年。那现在不嘴硬了？业火把我的嘴烧软了。沈清离，我不是因为契约才护着你，也不是因为飞升才留你在身边，我现在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林渊，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多久了吗？多久？从你跟我说情劫会触发天雷的时候就开始了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真的有情劫，劈死我也认了。飞升劫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怎么可能？我才大成期。你体内的魔帝本源已经完全重合，在天道看来你就是新任魔帝，成帝必须渡劫，这是规矩。我一个人可能扛不住。谁说你一个人？道侣契约还在，我跟你一起扛。可这不是你的劫。你的就是我的。林渊，你疯了！这是地劫，你扛不住的。扛得住，3000年我都扛过来了，不差这几刀。林渊，我们还活着吗？活着，而且你成功了。林渊，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哪句？想跟我在一起那句。每一句都算数。1个月后，魔界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，我继任魔帝之位。消息传遍6界，天下震动。血煞在红莲秘境逃走后，被林渊追杀了3万里，最终陨落。柳如玉失去靠山，被魔界的人抓了回来。师姐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沈清凉，你不过是运气好，如果没有凌渊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他说我如果没有你，什么都不是。他说的不对，如果没有我，你会成为散修中的第1人，最多慢一些，但该是你的还是你的。但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永远都渡不过那道坎。师姐，我不会杀你，我会废掉你的修为，让你在魔界做一个普通人。你曾经把我推下深渊，但那个深渊让我得到了魔帝本源，也得到了凌渊，所以严格来说，是你成就了我。怎么不喝？等你一起。凌渊，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有孩子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好奇嘛，魔帝和魔尊的孩子会不会一出生就渡劫？应该不会，天劫也是有规矩的。那叫什么名字好？姓凌就行，名字你来取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凌渊，谢谢你当时劈了我。不客气。